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在川普胜选之后呢，川普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巨大的影响。在11月6号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全球金融市场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应。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再一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在川普当选胜选的第一天，美国的道琼指数呢大涨了1508点，相关的各大类股其实都显著的上涨，包括标普500，也包括纳斯达克上涨的544.3%，连半导体股呢都涨了 3.12%。美元指数啊也在川普胜选的首日呢上升了 1.64%， 现在到106以上。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道琼指数这个显著的拉高，这个拉高当中啊，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到在川普的效应当中，现在所展现的美国的力道能够让道琼指数有这么巨大的涨幅呢？其实川普现在在当选之后呢，告诉大家他会让银行业松绑，这个松绑的一声令下呢，其实美国相关的银行股，包括富国银行跟高盛呢，都在当天大涨超过 13% 以上。那么这个大涨之后呢，美国的银行股市值大幅的升高，我们看到类似像摩根大通，它涨到248块美元，市值呢将近7000亿美元。这个也是在过去当中啊，大家非常少见的。在川普的新的时代，我相信大家开始要有一个新的体认，也就是让美国再伟大。美国确实在川普的指挥棒当中呢，现在美国展现了它前所未见的一个巨大的威力。这个威力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大家把川普在这一次内阁的人事任命啊，大概你可以看到未来川普的政策，我想这是台湾未来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在川普的竞选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当贺锦丽批评他说川普一辈子都没有打过工，也没有吃过苦，也没有到麦当劳打过工，川普在第一时间啊，立刻到麦当劳去炸薯条，同时啊，在得来速呢送餐服务啊，这个就是川普的应变。而拜登在竞选的途中呢，他告诉他的支持者说，选川普的人是垃圾。川普第二天啊去开垃圾车，那大家可以想见得到，一个78岁的老先生呢，能够有这么柔软的身段，我想两个人啊，在最后的1个月呢，他分出的高下，这个高下，川普一路啊开始追击之后呢，形成一个压倒性的胜选，最后的得票，川普到了319，而贺锦丽的226，它是一场悬殊的一个选战。同时呢，要让大家注意的就是，川普在这一场胜选当中，美国的共和党呢，同时控制了参议院跟众议院，那参众两院呢，它完全落入共和党手中，也是代表川普将来可以完全执政。好，在川普的胜选1周当中啊，我想大家可以看到川普所任命的人士呢，非常值得大家注意。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包括大家在台湾很熟悉的蓬佩奥先生，也包括来过台湾赖总统有接见的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川普在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这两个人他不会任用他们进入内阁。大家原来都认为对台湾很不利，但是呢，随后呢，川普连续的几桩人事任命，从这一章当中啊，特别我们看到国务卿呢，卢比尔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古巴移民是对中国最强硬派，他有2次被中国制裁列入黑名单，他是对台湾最坚定的支持者。另外 Michael Waltz 他是国家安全顾问，他是利扁茂的成员，他也是坚定对台支持者。然后呢，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Christine Noem 女士呢，也是对中国强硬派。那么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对中国人在美国购买农地呢，他是高度反对。同样呢，驻联合国大使史蒂夫林克那他是大概只有40岁，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的态度是更加的坚硬。同时呢，你看到 Tom Foreman霍曼先生，他叫做边境沙皇，那基本上他说要把现在偷渡客从中国的年轻人先把他遣送出境。那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呢，都可以看
看出来，代表川普的世纪降临。第一个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川普不但是美国的总统，他很可能也是世界的皇帝。第二个呢，让美国在伟大的路上聘用了非常多的对中国强硬派的鹰派人物呢进入到内阁。那这个内阁也告诉大家，川普要让美国再伟大，只有让中国不伟大。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意识到，在现在抗中的很多的鹰派人物呢进入到川普的内阁，那我相信未来对中国的压力呢一定是与日俱增，这是大家可以看出来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担心批评说川普会出卖台湾，因为川普要台湾交保护费。但是我特别告诉大家，台湾跟中国在未来的整个地缘战略当中，其实我们用4个字来形容，叫势不两立。也就是说，当中国崛起，它会让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之中。在过去很长时间呢，两岸的发展，台湾的人、台湾的钱往中国移动，也造成台湾产业的空洞化。那在川普的新的4年，如果美国把中国成为要制裁的对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那从2017年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从在习近平时代呢，让中国厉害的我的国，然后呢，一带一路，然后到弯道超车，中国制造2025，中国有称霸世界的雄心。所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东升西降，认为中国会压倒美国。但是呢，我相信在这7年当中呢，美国把中国的实力呢已经框住了。在川普后面的4年，他打击中国的力道一定会比过去更强大。所以4年后，大家要想象力，中国经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在美中角力当中，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课题。我们也看到川普未来的政策有几个新的发展跟变化。第一个呢，川普在关税上一般商品课 10%， 如果他把中国课 60% 以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对中国无法承受的重。现在有人在估测，川普也许会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取消。如果这个取消呢，我相信他更加茲事体大。川普也警告，如果不使用美元交易，将来关税扣 100%。这个都告诉大家，川普的新时代呢，他一定会有一些巨大的转折跟改变。第二个呢，川普希望降税，从21%降到15%，如果有困难，会先从20%开始。美国因为国家财政负担沉重，那美国有没有更大的降税空间？我相信这个是川普在上任之后要面对的问题。另外呢，川普希望降低利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美国先前降息2码，再降1码，现在大概降息3码啊，降息3码之后呢，未来还有多大的降息的空间？我想美国经济现在看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所以美国绝对有主导性的降息空间。第4个呢，川普鼓励美国制造，所以这个也攸关未来台积电的发展。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因为川普喊话，他认为台积电偷走美国的技术，同时呢，他说台湾要付保护费。那我想现在对台积电的领导者来讲，台湾跟川普有很好的机会接触的一个点，应该是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的开工仪式。所以我建议新厂开工仪式呢，你不妨把它挪到川普上任之后呢，1月20号以后。换句话说呢，你2月也可以，3月也可以。那我想这是台湾跟川普接触最重要的时刻。未来这段时间呢，在川普沟通没有上线之前，台积电仍然会充满压力，所以这对台股可能未来会有一段时间相对会比较低迷。那川普的第5点是孤立主义，要从多边到单边。大家也可以看到，川普现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他到底如何来回应？也就是说，川普的第1道习题呢，他说他上任之后呢，要立刻终止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那到底如何终止？那川普跟普丁有没有另外的接触跟想法？我想欧洲的经济跟欧洲的股市呢，现在都笼罩在川普压力当中，就跟台湾的情况有点类似。德国股市跟荷兰、法国都下跌，而欧元跟英镑也显著的下跌，这个代表欧洲对川普的未来的忧心。所以这个从川普上任之后的表现大家看到德国股市呢，在川普上任之后呢，其实有很深的回档。台湾未来如何跟川普打交道，我想这是关键中的关键。第6项呢，川普会严格控制边界，反对移民这个应该会对未来世界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第7点呢，是对 ESG 相对冷漠。川普上任之后呢，现在有2个动作值得大家注意的。
的，一个呢是表明美国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对全世界来讲，在过去ESG 呢大行其道的情况之下呢，川普突然改变风向，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川普另外一个震撼的就是联合国，你看到他指责联合国卫生组织是一个腐败的贪污的集团，那这个我想对未来他派了一个新的联合国大使到联合国之后呢，我相信联合国在过去常态性被中国把持的情况呢，也会面临很大的改变。所以川普这次的上任呢，其实他还告诉你说，一颗子弹没有结束我的生命，接下来将会是美国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预期美国的黄金年代呢不会太寂寞，但是呢对中国压力也会逐渐上升。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这段时间用尽手段造势，但是造势呢现在看起来力道正在减弱当中，所以这个也是包括香港回到2万点以下了。那川普的交易的赢家当中，也包括川普的媒体科技公司11月6号呢一度冲到 54.68， 现在又跌回28块左右，所以这代表川普的基本面并不是那么扎实。NVIDIA 呢再度登上世界的王座，也是要告诉你说，这个现在 NVIDIA 的在 AI 的路上它领先的。那这一次全世界最大赢家是马斯克也变成川普的预算这个监督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成员，他进入了内阁。那马斯克呢从南非移民到加拿大成长，然后到美国读书，规划美国的国籍。那现在呢特斯拉也是在这一次，因为马斯克全力助选川普，也让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呢一口气冲到 358.64 这样的一个激涨。我想大家很关注的，台湾如何跟川普打交道，跟马斯克打交道，这是一个重点。我们也看到比特币呢在川普选后呢直上营销到了9万美元那川普胜选的输家除了台积电以外呢，其实阿里巴巴包括 PTT 拼多多股价都是大幅的下滑所以包括艾斯摩也是在这个回合当中有比较大的回档。那艾斯摩其实也是告诉你，在高阶的先进制程当中的 EUV现在买得起剩下台积电了。那三星跟 Intel 其实现在都比较吃力。川普交易之后呢，你看到油价现在是走跌的，黄金白银在比特币上涨当中它价格也是下来。中国有一个民营股叫川大智能，因为它名字有川所以股价一度涨停板。你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红势离岸人民币呢现在是呈现贬值的状态。从这个态势来看呢，川普未来4年美国头号敌人一定是中国川普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一定走向空前这个也是台湾未来必须要面对川普新时代。这个川普的新时代呢，到底会对全球带来什么的影响？我相信这是空前美国对中国的力道绝对会比过去历任总统要更来的强大。台湾在川普的效应当中，我们要把握现在台积电跟川普对话的机会，让川普了解台湾是川普让美国在伟大路上非常重要的助力跟支柱。我想这是赖总统必须全力营造的一个新的契机。在川普的时代，台湾有相对的机会，但是也充满了挑战。我想这是大家在面对川普执政的4年的未来，大家要有高度的期望。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